安迪，昨天晚上知道你入住的很顺利，所以就没有过去打扰你。这位是包一发。魏国强。你好。好，他们都来了，那我们过去吧。外面等我一会儿。安迪，那报告出来，我通知你吧。那我先走了。老严，辛苦你了。我想我这边应该没什么事了。哦，那有事儿给我打电话。谢谢。你还好啊？没事。别跟这种女人较劲，傻子都看得出来，魏先生那是父辈，离了婚的女人智商基本上为零。如果找到小三儿，不干别的了，就知道跟小三儿拼命，拼完命之后才发现人财两空。如果找不到小三儿呢，到处找假想敌，谁惹到这种女人，谁倒霉。老谭。安迪，结果出来了，你赶快来一趟，我在家里等你。OK， 我现在过来。哎，什么情况？基因符合率通过，你跟何云礼确实有血缘关系。还有，魏国强已经派了他的律师过来，要把何云礼的财产转移给你。这么急？是，我也觉得急了一些，但是他很坚持，说早一点把财产转移给你，也早点了却了何老的心愿。不过你不用担心，我把我的律师也叫过来了，他会全程陪同你交接完成。也好，早点交接，他们就不用这样纠缠我了。好了，我这边没什么问题了。这里边是房产证明，还有3套钥匙，2套上海的，1套北京的，还有何云礼先生的名贵收藏和一些现金。如果你有时间的话，抽空过目一下吧。好，谢谢。我这边没什么问题了。等一下我还要回去跟魏老先生交代一下。我这也没问题了。魏总，辛苦了。
老吴，麻烦送一下。本来呢，还担心魏国强坑你，现在看来未必。这些细碎到啰嗦的东西，如果他真的有意昧下，恐怕很难有人能够看得出来。所以，如果他是为了这份遗产，没必要这么大费周折。的确。可他这什么意思呢？不管了，不管他是真的要向你补偿也好，赎罪也罢，反正这些东西现在都已经属于你了。以后你离他远一点。还有，魏太那边我已经派人盯着了，免得他以后继续骚扰你。好。其实魏国强怎么想不重要，他太太怎么想更不重要。我希望这件事情就到此为止。我不会，也更加不想跟他们有任何的纠葛。那就好。喂，喂，我听律师说你们已经开完会了。那3套房子的钥匙你拿到了吧？房产证啊，得等过户之后才能交给你。我跟你说明一下，3套房子的钥匙呢，我只拿了北京那户的一份钥匙，因为很多收藏还有字画作品呢都在那个房间里，我先替你看管着。当然，北京的安保工作做得也很好。但是日久天长，大家都知道那个房子没有人住，难保会有人铤而走险。我呢，希望你能够尽快的把这些东西转移到上海的房子里，运输呢我来帮你安排，这样呢也便于你就近管理。还有啊，你抽时间抓紧去看看上海那个房子，看看需要安装哪些安保措施，这算是第一件事。还有，请问你的动机是什么？动机？安迪，东西转移到你那里，不是更方便你脱离跟我的联系吗？你问的是不是关于这方面的动机？这个解释不合逻辑。你完全可以留一套上海的备用钥匙，把所有东西都转移好，再移交给我。好，你驳得很精彩。第一，那就按照你说的去解决。那么第2条呢，就是有关交通肇事那个案子，人已经保出来了，等着进一步的审理。但是据说他不愿意承认 DNA 鉴定的结果，出来以后正在抓紧活动。安迪，我提醒你，最近一段时间要特别注意安全，毕竟这份遗产的数额不小。没有几个人甘心面对失去。请问一下，你的太太之前赡养过何老先生吗？如果有，什么程度？我可以考虑馈赠部分遗产给他。不，没有必要。因为最早呢，老先生只是住在教工宿舍，探访和照顾等一些事情呢，都是我一个人去做的。毕竟只是远亲，人家没有赡养义务，是吧？你有心公平合理地对待我的前妻，这很好。但是目前来看没有必要，因为大家活得都很好，不需要砍你什么油。我有分寸。如果以后呢，哪一天有了变故，等有机会，我希望你能够想起今天我们的对话。世事难料得很，安迪，毕竟你还年轻，还有更多的出路。最后一个问题，
有什么方法能够约束你太太对我的侵害？遗产问题已经结束了，离婚是你们两个之间的事情。我希望他不要再来骚扰我。我一直在努力的去做，但是很可惜，他的情绪太过激动，没有办法。安迪，你还没有吃饭吧？别假装关心我，我不需要。没事的话，我挂了。OK， 那没问题了，今天到这吧。这个周末大家好好休息一下，都不用加班了。忙了1个多月了，终于可以休息2天了。也别太放松，后面压力更大。喂，你下班了吗？如果有时间的话，过来办一下交接吧。在哪？在你继承的别墅，因为东西都放在这儿了。你有时间吗？我刚下班，我可以过来。好吧。来了，进屋吧。这些家当都是你外公留下来的，价值连城。这是清单，我已经清点过了，你可以查对。不用了。如果你真想昧一下，这些东西也不会出现在我眼前。你把全部钥匙给我就好了。好。这是钥匙。这个袋里呢是已经办理好的户主转移手续的各种文件，其他的东西呢我会陆续的快递给你。我建议你啊，还是要把这些东西呢存到银行的保险柜里。那些大的物件，你先找个地方妥善的保管起来。行，我给你介绍介绍吧。就从它开始。这是青玉的貔貅，你对它不熟悉也很正常，因为你从小是在国外长大的。貔貅是传说中的上古神兽，貔貅的造型有多种，我估计在很长一段时间里，你很难找到跟这个造型一样的貔貅。还有这个如玉，这都是上品。这可是货真价实的6眼天珠。我原来对这些嘛，一点也不懂。你外公从小生长在富贵家庭，他懂，是他带我入的门。还有，这个是大明宣德炉，这上面陈年的污垢呢是宝浆，这说明呢？不用跟我说这些，我不想听。你还有什么事吗？我太太被抓了，她不会再来骚扰你了。她很笨，和几个很有心机的亲戚在一起，想搂钱，心心念念都想占国家便宜。我早都警告过她，不要做这种事情，做这种事早晚要出事的。他不听，背着我悄悄去干。
哪来的骄狂和自信？他自己都不知道，他要出事儿了。可是我早就预感到了，反正婚也离了，没有被他扯进这趟浑水里。他还想要你外公的这些财产，如果真的给他一半儿，恐怕现在早该充公了。你的家事我不想评价。我很冷漠吗？以后你就会明白了，人都是自私的，没有显露出来，是没有到考验的时候。我跟你说真话，也是不想让你对这个世界上抱有任何幻想。你记住，除了你自己，世界上的任何人都不可信。不需要用你的经验来规划我的人生。行了，这些物件你也一一过目了，看过了。如果没有什么问题，来，签字确认吧。行啊，交接都办完了，我先走了。还有啊，我查了一下包家，他们家资产状况没问题，扩张也很稳健，只是听说呢，创业者夫妇非常精明，格局不大。我怕你吃亏，包家的第二代能够追上你，就是他们的福气。你的心里要有底气。与你无关。再见。那这么看来，昨天的交接还比较顺利。挺顺利的。而且魏国强告诉我，他前妻被抓了。他说他早就预料到了，但是劝过他，他前妻不听。你是说，魏国强执意离婚，是为了撇清跟他前妻的关系？而且很有可能，他为了不受牵连，选择净身出户，把何老的财产交给我。要不然的话，至少一半会被充公吧。以他的性格，我不可能得到财产这么顺利。不过这件事情你还是要当心。既然魏国强的前妻有问题，那么即使离婚了，他也很难撇得清关系。所以千万小心，不要被卷进来。我知道。魏国强自己都水深火热的，他还去调查包一凡，包太太调查我，他调查包一凡。这两个人真的都有一双闲不住的手。不过倒也平衡了，你也总算活出了一股子烟火气。可这种烟火气我真的是不喜欢。恋爱归恋爱，婚姻归婚姻。我才刚刚接受包子，他妈妈就处处都要插一手。我现在还没有跟他结婚，如果真的结婚了，摊上这么一个婆婆，我真的会被累死。所以，你就打算这么晾着包一凡？本来也没到那一步吧。我的状况
不适合婚姻。现在包一凡是什么都不知道，如果有一天他知道了，还不知道什么反应。